来晚餐，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，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。他们是要留一口气回去还是？对，我救护车帮他叫了。好，我现在跟你讲慢条，好，慢条咱就是准备要去另外一个世界，好，安尼你清楚哈。今日都有跟爸爸说谢谢喽。谢谢你。妈，我们都爱你，我们爱你，好，要放下，安心哦，好，要安心哦。现在健康了，没病没痛了。哪里？我觉得阿飞这样是他没有什么痛苦了。他今天一整天很开心，早上都跟我们很开心在拍照。是哈，对，他很期待今天呐。台湾每年花在无效医疗的费用高达上百亿，因为家属不愿放手，医生们又害怕医疗纠纷。当病人不会好了，生命来到末期，该不该跟他说实话呢？当知道病人抢救回来就是植物人，或是永远无法脱离呼吸器，你还会救吗？怎样才算真正活着？如何面对死亡？这些都是急重症医师每天面对的问题。今天我们拜访的是从事重症医疗、常年致力于推动善终的医师陈秀丹和非常支持他工作的家人，他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？妈妈陈秀丹，人称阿丹医师，53岁，在宜兰的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担任胸腔内科主治医师。当医师很幸福啊，这些病人跟家属就把他过去的这一辈子很多很有趣，或者是他经历的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都告诉你，那你的生命就丰富了。阿丹很喜欢医生这个职业，除了关心病人活得好不好，他也很关心社会跟生态环境。他想邀请的来宾是严长寿先生、吴念真先生、蒋勋先生。爸爸洪顺凡，士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，个性谦和，对待犯错的少年也像父亲一样，有点使命吧。少年法庭法官处理这少年事件，会有一点教化作用。受阿丹影响，洪顺凡很喜欢植物，他邀请的来宾也都喜欢大自然。他想找的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创办人徐仁修先生，蚂蚁宫前监察委员。儿子洪鹏亮，23岁，从小就是模范生，目前就读国防医学院6年级，正在实习，经常要值班。刚实习，觉得很有挑战吧，可是有时候也觉得啊，好后悔哦，怎么会选这里？怎么会选念医学系？不知道啦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很累。彭亮对于来宾没有想法。女儿洪真理，长庚大学中医系3年级，很有个性想法，极为健谈。我妈都在抖我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出来，国小不写作业，我都忘记了，她怎么记得那么多啊？她带真理去跟老师讲，她有很多娃娃。不要这样子，我很害怕。她想和谁吃饭呢？我想要找急诊钢铁人 Dr. Wei， 我是连于海，他们又在年轻族群算是很有影响力的人。在今晚的嘉宾上门前，我们先来认识这一家人吧。太辛苦了哈！这次这个意外实在是对我们说真的打击也太大了。今天我说我老爸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，就是当下他没有马上就这样离开，他让我们有心理建设。这位刚转来宜兰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的老伯，骑机车意外被撞，现在昏迷插管，儿女不忍父亲继续受苦，拜托阿丹医师为父亲把管。阿伯你好，我陈医师。阿伯，你人生的任务拢已经圆满啦哦，一切爱放下哦。我陈医师等者把你的苹果拢给你摕掉，咱无需要食。我会尽量让你莫遐艰苦，吼。他那个声音出来了，就是那个死亡前的嘎嘎音，那个出来了。他只要放下，他就走了。他还有什么愿望还没有达成？
儿女们面对即将离去的老父很不舍，但知道父亲不喜欢躺在那儿，再不舍都得放手。我们是哭到也考到也考，哭到最后，我们想说有一个转念，爸爸可能累了，该休息了。他们照顾我们这么久了，伊嘛好啊照顾你的太太，所以你唔免烦恼。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度搁用啊，所以阿伯你一定爱放下。人生是苦海，任务完成一定爱回去。我把鼻胃管拔掉。好。你是要走了吗？谢谢你。对啊。谢谢。他就谢谢。哎，不要这样子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看出来解脱了。家属此刻这种痛，阿丹在10多年前送别父母往生的过程也曾经历过。谢谢你。阿丹小时候和父母住在苗栗院里，他有7个兄姐，身为小妹备受父母兄姐疼爱，有个快乐的童年。但自己从小身体不好，每次半夜身体不舒服，都是爸爸骑脚踏车载他去看病。他因此决定念医。父亲后来也病了，他看到病人实在太辛苦了。我爸爸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身体非常好的人，只是因为他去当工头，从鹰架摔下来。那时候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医疗，那一个脑震荡之后的后遗症，就常常会头痛。所以我爸爸就以前的人都讲加油包啊，就是不知道，那就吃止痛药嘛。止痛药吃太多，阿丹的爸爸得了肾脏病。又因为常年洗肾，导致血管栓塞截肢，阿丹就看着原本强壮爽朗的父亲，从一个在田里可以唱山歌的人，慢慢身体走向衰败。我的父亲在家里死亡，我在帮我爸爸做遗体的处理的时候，我看到爸爸身上有好多的刀疤。当下我就觉得我的父亲他是个佛菩萨。他用那一生的苦难教导我们，做人要慈悲。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，我今天来当一个医生，感同身受。经历爸爸被病痛折磨的过程，让阿丹能同理家属的煎熬。然而19年前，母亲忽然倒下，比病痛的父亲早走一步，改变了阿丹的生死观。我的母亲，她颅内出血。当天倒地，当天送医，然后我一看到电脑断层，大片的颅内出血，当下直接带回家，连加护病房都没住。第2天，我妈妈很安详的往生。阿丹能有勇气放手不急救母亲，其实是因为母亲生前的一段话。妈妈说的：“人活着就是爱振动，若袂振袂动是歹命，爱人。”6岁6月，迄就真正真歹命。然后我用一个很豁达的方式来对待我父母亲的老病死，而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。事实上也证实这样做是对的。这些都是急救回来，装上呼吸器超过63天后，再也无法脱离呼吸器的病人。他们没有预先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 DNR， 当家属不放手，他们就只能继续这样活着。每次看到这种病人，阿丹都会叹气。你过了生命的赏味期，你拼命的留住他，你只留住他的躯壳，可他全身都坏掉了啊！受苦的是谁？是病人自己。我们是不是有从这个病人本身最大的福祉来考量这些医疗行为？所以你问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。我希望台湾在10年、20年之后，没有这一些残酷的医疗行为加在这一群生命末期的病人身上。每一个人都会老，我不希望我老的时候是那样没有尊严的活着。这天忙完，阿丹回到宿舍已经晚上8点多了。这个5、6坪大的空间是医院提供给阿丹的宿舍，
阿丹进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老公跟孩子。老公哦，老公，我已经回到宿舍了。你还好吗？今天？还好，我还没有回家。你还没回家哦？赶快去吃饭，好。好，老公，我爱你，拜拜。喂，宝贝哦，今天还好吗？还好。我没有办法平常陪在他们，可是我电话一定要到，看他们今天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需要妈妈抚慰的啊？就出一张嘴巴。透过电话联系感情，阿丹认识先生洪顺凡是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。洪顺凡父亲身体也不好，为了帮父亲祈福，他跟阿丹一样，学生时代就信佛。洪顺凡大阿丹7岁，当时在台中地院当法官，他像哥哥一样照顾他，陪他读书，考医师执照。民国82年，两人结婚，生了1男1女，但夫妻俩总是被分发在不同的城市上班，做了22年的远距夫妻。我以前在台中啊，要调回台北，调不回来。那阿丹本来想去台中，后来没有去成，就留在台北。那当时就2个小孩，就分别给保姆带啊，给那个，那现在有时候想起来真的很心酸的。一家4口分4个地方，就那时候洪珍妮，我女儿才1岁多那时候。洪顺凡是少年家事法庭的法官。这天周3在士林法院，洪顺凡下午2点要开庭，一进办公室他就忙着阅卷，有点使命吧，觉得少年法庭法官处理这少年事件，会有一点教化作用。有下完开庭的吗？第一保护法庭的。少年保护法庭是为了辅导矫治未满18岁的少年。洪顺凡会详细了解少年犯错的原因，评估少年家庭、社区或学校哪里不足，给予适当的处遇，看是假日辅导、留置观察或交付保护管束。少年法庭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处罚少年，而是在帮忙把一个长歪的树苗跟他扶正。那如果说他后来变好，很顺利结案，我们当然很欣慰啊。但是如果他又犯错，不听教诲，我们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点失落。开庭时，洪法官并没有穿法袍，是因为不想让少年觉得法官高高在上，受到太大的压力。都是坐在同一个平面上，大家来讲话，那要给少年做什么样的处遇啊？那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。我们社工员辛苦你了。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供给我们？这1个月跟他就是追踪的状况，他生活还蛮稳定的。洪顺凡对案件很有耐心，他也非常仔细，就怕错判误了少年的一生。他虽然喜欢法官工作，却叮咛2个孩子千万别当法官。因为大环境越来越对法官不是很友善，什么奶嘴法官、恐龙法官。其实我趁这个机会要说，所谓奶嘴法官，那只是特例。其实很多年轻的法官是很用心的，他们做的判决也不离谱，而且他们的心，我觉得啦，刚出来的心都是很纯正的，受外界污染影响也比较少，所以应该要珍惜刚新出来的法官。当下我听了蛮难过的，我在母亲的这个角色，我某一部分是缺席的。阿丹很遗憾，自己因为工作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过程，但孩子的想法又是什么呢？下一段告诉你。今天拜访的是常年在宜兰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服务，家在台北的阿丹医师的家庭。cancer
天哪，要 suspect prostate cancer， 要 dementia 啊！我跟你讲，不用玩了。这 DNA 签好了没？早上10点，查房前，阿丹先看资料，了解病人过去12小时的状况。今天要看的住院病人很多，下午还有门诊，又是战斗的一天。白发伯是阿丹医师的老病人，结发多年的妻子在一旁忧虑地看着他。你老婆对你真的很好哈，照顾得无微不至哈。是啊，你跟他讲，这样不要太担心。哎呀，他不要担心，自然而然就会担心啦。人总会老会生病，这很自然的事，对不对？不过都是会烦恼啊。贝贝，你会怕死掉吗？死掉没办法，因为人都会死，对不对？只问病人怕不怕死，阿丹一边治疗病人，也对家属做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。阿妈，我跟你讲，要不要放就是你的心而已。就是放不下来呀。要学习呀。你讲是简单，不过要做起来真难。阿妈，如果我是你的话哈，我会开始慢慢放哦。你要想一想。末期病人身体衰退非常快，经常今天说话还生龙活虎，半夜就走了。阿丹会善用每一个病人清楚的时候跟病人谈，他绝不对病人隐瞒病情。阿伯拢了解家己的情形哦。他应该都知道。整个讲，你讲时阵讲的就要使用咱来遐。阿伯袂歹哦。阿伯，你意思是讲吼，若时阵到要好来等就对了，安尼对哦。阿伯，咬。阿伯，你的想法跟我同款。他非常默契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平常我这个人是开诚布公的，他可以接纳。有时候说什么要隐瞒病情，千万不要隐瞒病情啦。你看这个阿公家属也很理解，阿公也是受教育的。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教乐器，又种果树，他生命很豁达。像你在照顾这样对自己病情很清楚的，然后有一个很正向的这个生命观的人，你看到他生命就是充满了喜悦。即便他现在是一个癌症末期，你看人家也是笑眯眯。阿丹夸阿公有很好的生命态度，几天后，阿公非常安详的往生。这样就很不 OK 了，要讲清楚。胃镜先不要做，因为我也不喜欢让老人家太受苦。嘿，安尼吼，可以吼。如果万一再更差，是不是可以用一点吗啡或者镇静剂？都 OK 哈。我完全交代给我就对了，是吧？好啦，谢谢啦，我们素昧平生呢。有些家属很认同阿丹的善终理念，很放心地将病人交给他。但阿丹的这种直白风格，护理长说也并非每次都被接受。阿丹医师的粉丝真的很极端哦，不是那种很始终的拥护者嘛，不然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甚至他们会直接跟阿丹医师说，因为他们没办法就是这样的方式。可是阿丹医师也会尊重他们，就直接说那好吧，他可能就是我们会安排其他的医师来照顾，彼此都互相尊重嘛。有时阿丹在医院面对一些挫折，其实是2个孩子的聆听、理解，安慰了他。就是家属骂他，然后要上一些可能伦理委员会等等的那种，可是他就要有自己就是坚持的立场，他都会承担起来，很少抱怨。女儿真理现在是长庚中医系3年级学生，中医系除了念中医的课程，还要念西医的课程。真的是不小心考上中医系的，对，但是后来念了发现真的很有兴趣，而且中医我觉得很多投药啊或是治病的观点，相较于西医比较贴近我本来对医学的想象跟理想吧。真理7岁时就想当医师，是因为看到电视上的母亲。2003年 SARS 疫情在全台爆发，妈妈在医院第一线不能回家。阿丹在电视上接受采访谈疫情，他觉得妈妈好像在前方为他指引一条清楚的道路。
就会觉得我妈妈真的跟别人妈妈不一样。我妈妈没有办法回家，而且还会上新闻，等于是算很厉害吧。那时候会觉得说，妈妈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。应该说，医生这个角色在台湾或是在整个社会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阿丹从医的热忱也感染了孩子彭亮。彭亮目前是国防医学院6年级学生，正在实习，经常要值班。他小时候不了解妈妈的工作，只知道妈妈很爱睡觉。人家如果问他说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可能就会讲，哦，我妈妈很懒呢，我妈妈回家都在睡觉。我是到医院实习才知道为什么我妈那么喜欢睡觉。以前小时候觉得我妈回家在睡觉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很累啊，很累耶。其实他开始对我了解是因为他上大学，他大一一进去就有一个女医师来上通识教育课程，在介绍台湾的医生哪些写的是什么书，对社会有什么影响。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讲我，然后后来他又上一些课，然后那些老师就说，他很敬佩陈秀丹医师，然后他在台湾做什么事，然后他就说老师她是我妈。所以他那时候才念大学之后，他开始发觉说，哦，原来妈妈是有在做事情的。对于儿女因为看到自己行医的喜悦，走上跟他一样的道路，阿丹觉得这是他最大的成就。但是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，却是他人生一大遗憾。曾经有一次我回到家里，我的女儿很开心把我拉到后院，那我的女儿就跟隔壁的哥哥说，哥哥，我告诉你哦，她是我妈妈，我也有妈妈。那我当下我听了蛮难过的，因为我发觉我在母亲的这个角色，我某一部分是缺席的。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说没有妈妈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，所以我都会安慰我妈妈。我不太会去怪妈妈什么，因为我就会觉得，哦，妈妈就是一个很忙的人，就是全世界都需要她，我不能占有我妈妈。妈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不会是只是妈妈这个角色，而是这个社会、医院，然后病人都会需要妈妈，不能霸占妈妈，真的没有关系。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妈妈的辛苦，而且我会支持她。孩子的支持让阿丹能全心工作，先生洪顺凡更是阿丹无后顾之忧的重要帮手。我认为他做他应该做的事，我如果从旁帮忙，或是照顾家里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其实我甘之如饴啊，我没有抱怨过。即便我跟他结婚20几年，我们很少住在一起，可是他永远支持我，永远信任我，永远在家守候着我回家。先生洪顺凡是阿丹最强韧的后盾，他又当法官又当家庭主夫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聊起这段过程，女儿洪真理直夸爸爸就像超人一样。帮我爸爸煮饭，爸爸帮我们做家事、洗碗，那些都是爸爸在做。2、3年级的时候，我的头发都还是爸爸帮我绑的。我觉得爸爸是超人，因为他既要做好他在法院的工作，然后又要带我们2个小孩，然后平常又是妈妈的司机。妈妈只要一打电话，爸爸说好，然后就会开车过去接送妈妈。真理和哥哥的生活大小事都交给爸爸，学校课业则多亏有阿丹这个老师。以前我数学不会的时候，都是我妈妈教的。就是只要是期中考、期末考，妈妈都会为了陪小孩，然后把值班排开，就要让我问问题。所以妈妈真的是，就是又是老师又是妈妈，然后管很多，但是数学又不错的。真理和哥哥都能感受到爸妈对他们的用心栽培，他们都想成为像父母一样好的人。爸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，我觉得他们对人都很真诚。他们人真的很好，虽然我爸有时候很单纯呆呆的，我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。尤其是我妈，她很喜欢
对陌生人很好，陌生人有时候被吓到。没收哎！我哪有不节制？不节制啊！我看手机实际上就是赖了群主啦。这天下午，全家开心的聊天，女儿洪真理突然为了手机和爸爸起了点争执。这个家到底有什么危机呢？下一段告诉你。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在宜兰的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服务，致力于推动善终的阿丹医师的家庭。为了推广善终，阿丹已经努力了10多年。他出书演讲，不放过任何可以推广的机会。最近连作家琼瑶出新书，都请阿丹写序，一起畅谈善终权。要行使善终权，在台湾的医疗环境也不容易。曾有家属想拔除病人的维生系统，但医生却不同意。医生不清楚安宁华医疗条例，甚至误用的一些法条，以至于让很多意识不清的病人，即便他已经没有自发性呼吸了，这些医生还不帮这一群可怜的病人拔除维生医疗，这是我还蛮难过的事情。阿丹不愿再发生类似情况，替未来的医生们上课，将生命末期的照顾重点传承给学生，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。这一堂课，阿丹要验收他给学生的家庭作业，是访问自己家人对生死的看法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插管，不插管，一定不插管，不急救。我活到这个岁数已经够了啦。不要去无效医院。因为就像阿曼的呼吸了，那像活死人一样，也没有事啊。大概这堂课是我第一个，我觉得我跟可能我对病人比较亲近的一堂课，就真的让我了解到病人最需要是什么。学生张玉婷很感谢老师阿丹，阿丹教导他们要同理病人，学习适时的放手。我希望这一群孩子们都可以清楚的知道，以后要做的是什么，不要做的是什么。在某一些情境必须去放手，而放手是对的，是良善的。而当他们不帮病人做一些积极处置的时候，内心是平安的，是没有压力的。这天假日午后打扫完家里，阿丹就和先生上顶楼拾花养草，这是两人最大的嗜好。顶楼有许多从结婚就开始种的植物，充满两人的回忆。这种石榴是今年才会长这么多，这个石榴是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买的。石榴是象征什么？多子多孙多福气。这几年，两个孩子开始跟着爸妈吃素，夫妻俩不时上顶楼摘些青菜夹菜，让儿女惊喜一下。我们家的饭都比较特别一点。这个是皇宫菜，你吃吃看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菜，你有吃过吗？我吃过啊，他没有讲。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吃饭，两个孩子却开始管教爸爸，要他不要常滑手机。刚卖这件事情其实讲了好几次了，然后爸爸就说哦。医生联盟、医生阵线攻击法官一人，法官无法招架。他有一天把他爸爸的手机没收，太生气了，他一直滑手机，不节制，我哪有不节制？你不节制啊！我看手机实际上就是赖了群主了。都已经要加班加到那么晚了，然后睡眠时间又少，你又坚持要煮饭给我们吃，又要载我们上下学，那你是不是要一个人时间就一天就24小时？那你是不是要减少一些时间，好来顾你身体？老公，爱我们就是要活久一点，健康的活。一家人会这么担心洪顺凡的身体，是因为4年前洪顺凡脑下垂体长肿瘤，在浴室摔倒送医，吓坏了阿丹和兄妹俩。那时候我不在家，可是我就听我妈讲，那时候我们就很紧张。我是觉得我爸不会有事啦，对吧？对吧？我爸绝对不会有事，但只是觉得他人那么好，对吧？然后就身体很差，又有点，就觉得有点怎么那么不公平啊？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到非常恐惧啦，只是让人觉得有点忐忑，只是我不认为说就需要离开人世那种感觉。好像他好像，我后来听他说可能因此要失去一个老公。幸好洪顺凡平安康复，
但家里的3个医生都认为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太不上心。我们一直提醒他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他都不注意自己的健康。就觉得你的病识感太弱了，你都觉得自己很健康，然后有一些问题是老化造成的，但其实不是啊，你就是生病。我觉得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，不是只有你，我没有要针对你。但是你开刀完的结果让我吓一跳，我真的觉得你快不行了。你那时候很恐怖你那时候身上插一堆管子，而且你又头发又剃短，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？外科手术通常都会。对啊，你都觉得理所当然，可是对我们来说心惊胆战。忘不了爸爸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的模样，真理深刻体会到因为病痛与死亡的接近产生的不舍情绪。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爸爸，我还在找我爸爸到底在哪里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爸爸现在在受到这样子的对待，就想说啊，原来妈妈就是在推动这件事情。当然我知道我爸爸会好起来，他大概在1-2个礼拜就可以离开医院，然后过正常人生活，所以我会觉得这样是 OK 的。可是有一些人，他注定这辈子以后可能10几20年都会是这样子的模式的时候，怎么还有人忍心让他这样继续生活下去，用这样子的方式？我觉得太残酷了。即使全家经常谈论死亡，但是当真正面对自己亲爱的家人时，死亡课题还是需要学习。算是给自己上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亲身的教育吧。看过爸爸那样躺在床上的那一幕，我就会觉得说，虽然可能会舍不得，但是真正最舍不得的还是让你没有办法像一个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吧。推动一个善生善终的理念，就是在避免他人还有自己受苦，因为有一天我也会老啊，我也不希望我老的时候被人家折磨。那我相信很多的人心中都有一份爱，只是这个爱是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着想？真正的爱是给爱的人没有烦恼，被爱的人没有痛苦，这才是真正的爱。阿丹强调，无私的爱才是真正的爱。当最爱的人生命走到终点时，我们是否能用陪伴取代无谓的医疗，好好的跟家人道别？等一下，老公，你看烤箱要怎么弄？我不会用，不行，给我看我的小抄，不可以给你看。今天是嘉宾上门的日子，阿丹和先生洪顺凡一早就开始准备，很认真的，你看，这准备做甜汤了。这个已经先煮好了。为了迎接来宾，阿丹家里从2周前就重新粉刷，连窗帘都换新的。朋友云雀也被阿丹找来插花。高手出招就不一样。这2天夫妻俩忙着采买，加上朋友跟病人赞助的食材，家里的冰箱都被塞爆了。3个冰箱都要塞满，还溢到地上来。今天阿丹不想让洪顺凡太累，决定自己下厨。没想到一阵手忙脚乱，紧急找姐姐秀琴来帮忙。我妹婿非常会做菜，我妹婿做的菜超好吃。叫他给面在中间不好意思想死了，叫他要给他表现。那准备一个那个炒面，最拿手的。 2姐妹坐镇厨房，洪顺凡也没闲着，他和弟弟在阳台擦碗盘，而2个孩子忙着念书，只能帮妈妈加油打气。我来看一下我妈，看你妈今天有高人指点之下，加油，我要去念书，来赶快去念，赶快去。在忙什么？念书要考试。阿丹和姐姐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，一下看小抄，一下上网查食谱，还call out求救。 所以我再说一遍，就是那个豆包，炸好的豆包要先切块吗？先切块啊，先吃遍啊。嘿，阿弥陀佛，停一下哈。哎，对哦，那个猴头菇啊，有什么做法吗？在求救的还有洪顺凡，
紧急向邻居借平底锅给姐姐煎饼。那我下去拿。现在反的，以前的人都会跟人家借桌子、借盘子，我们今天也有那种感觉，只是没有借桌子而已。反而要去跟楼下借桌子的。桌子坏了。距离来宾上门的时间不到半小时，阿丹和姐姐还在厨房赶工。洪顺凡担心来不及炒面，直接在洗衣机上准备食材。厨房的位置很小，当做一点，做出来的菜好吃就好了。终于料理陆续上桌，可是阿丹累瘫了。我发觉公共电视台谁来晚餐真的很累，主人家很累，尤其是这2个礼拜简直不是人过，可见我们很重视这次的节目。奋斗。为这餐奋斗了2周的这家人，最期待看到哪位来宾呢？都期待啊！干嘛要他们？急诊医师钢铁人味啊！蚂蚁工徐仁修，只要是客人，我都非常的欢喜，这是老天的安排。来宾就要上门了，一家人都换好了妆，姐姐的孙女小菲菲也很开心。姐姐紧急要阿丹补个口红。口红就要吃饭了，还擦口红。好，涂口红。快。就请阿丹尽心尽力做的有机蔬食料理：豆包炒番茄、蒸南瓜、炒百菇，还有南瓜子芝麻薯饼。会是哪位嘉宾有口福呢？是延长寿、蒋勋、吴念真、蚂蚁工跟徐仁修，还是急诊钢铁人 Dr. Wei 呢？今天煮的超级丰盛的，什么颜色都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棒。神秘嘉宾即将现身，下一段马上揭晓。今天谁来晚餐的东道主是致力于推动善终的陈秀丹医师和他的家人。来宾快到了，但是爸爸洪顺凡的面还没炒好，陈家很紧张，决定先迎接来宾，再去完成炒面。谁来晚餐的专车载着神秘嘉宾出现了，他究竟是谁呢？答案揭晓，今天的来宾是网红漫画家、畅销书作家、急诊医师钢铁人 Dr. Wei 魏志伟医师。台大医学系毕业后，魏志伟就回老家中部服务，从事第一线急诊工作10年，目前是台中同综合急诊科副主任。急诊暴力频传，魏志伟却乐在工作。4年前，他将急诊的经历跟见闻画成漫画，他的急诊钢铁人 Dr. Wei 粉丝页吸引超过10万粉丝造访。今天真的很荣幸能够来到阿丹医师家，也希望能够尝尝阿丹医师他们的家常菜。因为我有准备一些故事，想跟阿丹医师好好的讨论一些病人的状况，希望不要太垂泪，不要说用这个来让菜变得太咸了。这是我先生的招牌菜。好，终于出现。炒面来。好，谢谢。为什么招牌菜？因为炒面很费功夫，通常都是过年过节或是有祭拜祖先的时候才炒面。逢年过节才吃得到。对啊，哇，跟我这样子受宠若惊的，这样把我跟祖先并列在一起。真理2年前开始追踪魏志伟的粉丝专页，对于偶像就像学长一样亲切，跟他和哥哥自拍打卡很开心。而第一次见到阿丹这个医界前辈，魏志伟有点紧张，称呼阿丹为学姐。我就当做是今天有个晨会，其实在主持晨会，因为我知道现场好像那个弟弟妹妹他们都是学生，对。老大好，孩子好。我们家都是爸爸平常在照顾小朋友，所以要感谢我亲爱的老公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家里面当医生那个都不管家里的。我们家也是都是我太太在料理我的儿子这样子。魏志伟也有个常年支持他的妻子，2人国中就认识。魏志伟念台大医学系时，2人也是远距相恋。我们是初恋就结婚了。对，我们国中就认识了，然后所以交往非常久，然后到我考上医学系之后，就是那个暑假，他的爸爸妈妈才解禁。我想说，我长得这么坏吗？那为什么不留在台北？
我在台大，到中部去。因为我们医学系念7年，我太太是老师，她其实4年就毕业，就开始工作，我就开始被她养。对，那所以其实就是假期随期啦，所以我就因为她在中部教书，我们都一直是远距离这样。后来我就是毅然决然就回到中部去，就到中部的医学中心工作这样子。当年因为奶奶生病，全家很无助，父母因此希望魏志伟念医，可以帮助家人。但是魏志伟当医生后，父母怕影响他休息，连生病都不敢麻烦他。我有一次白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记得我快迟到了，我就赶快冲到急诊室，正要去上班的时候，我看到来诊区坐了一个人，打了点滴，坐在椅子上。我说，怎么是我爸？对，就在那边打点滴。我说，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说，我结石，半夜剧痛啊，不然你怎么不跟我讲？然后你捆这样子。作为医生，最常错过亲爱家人需要你的时刻。急诊一般工作12小时，魏志伟也跟阿丹一样，难以兼顾家庭。他第一次在背9九乘法表，我吓到。你会背这个？爸爸，我已经在乘2位数了。我就想，哇，到底错过了什么？真理彭亮谈到以前在学校没带到什么，都是洪顺凡送去。阿丹充满愧疚地跟孩子致歉：“对不起哦，2位，妈妈很少当救火队。因为不可能啊，你不可能从伊朗跑回来。唉，要感谢老公当孩子的救火队。有什么想抱怨的吗？没有，我都心中充满感恩。看到阿丹夫妻2人互相协助，魏志伟问2个孩子，这对他们未来择偶有什么影响？就会觉得说，假如找不是医疗领域的人的另一半，这样其实也不错。看得到的世界会变比较广嘛，就聊天的话题可以不止现在医疗这一块。是要想就是另一半还要能够体谅我们对，也是啦。因为毕竟不是学医的人，我觉得为什么洪法官伟大，就是因为他能够体谅阿丹学姐。那阿丹学姐其实也伟大，就是她在救人之余，其实你看她还是可以跟我们维持这样子的感情。其实我也是想到我太太背后，如果没有一个这么支持你的人，其实你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圆满。事实上，当医生真的很辛苦啦。以前我妈妈在的时候，她就会讲说：“这一先怕你赶口。”但是我自己当医生之后，其实我还蛮感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医生的过程里面，感受到很多的爱。像你今天吃到的这个豆干，是我一个气喘病人做的。阿丹谈起病人送的卤豆干，大家开始讨论今天菜色。这是你自己弄的？没有，支援部队。所以你今天弄了什么？你今天自己弄的？这个，后面很多枪手。这个，人缘好就是这样。虽然找了不少枪手，阿丹对自己今天现学现卖做的菜还挺得意的。儿子，我跟你讲，你吃一下这个，打电话问师傅阿姨怎么煮，马上学到。魏大夫啦。好的医病关系支撑着阿丹每天快乐的去上班，而让魏志伟愿意为工作热情燃烧的动力，是因为病人需要他。我刚开始在当急诊科医师的时候，会有一种状态，就是这个病人来，如果你的主诉是很轻症的，其实你一开始你没有办法接受，怎么这个主诉也来挂件，你就会被那种负面情绪给淹没。我后来就转念想，其实他会来，不管他是任何主，他是需要我的。我转个念头想，整个状况就不一样。魏志伟因此救过心绞痛的病人，病人因为胸闷来挂急诊，但是来时没有任何不舒服。魏志伟抱着病人需要他帮助的心情为他做心电图，病人却突然心脏乱跳猝死，急救才挽回病人生命。我们在急诊室常常是别人不会记得的一群，可是我们成就感就来自于这样子。就是你看着他能够好好的出院，其实就是我们下去的动力。所以看阿丹医师的这一盘菜，对，我相信这也是支持阿丹医师的一个继续下去的动力啊。是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医病关系就是要互相理解。你以前在上学的时候有教说，就是遇到末期病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跟他讲嘛？要怎么沟通嘛？我在念医学系的时候，其实这部分的观念非常的少。其实，但是我到临床之后，其实我在病人身上真的学习很多。一开始
你在处理病人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治疗病人还是在治疗家属，甚至有时候你医生好像在治疗自己。你今天帮这个病人插了管，让他能够活下去，你是为了你医生自己，还是真的为了病人？还是你是为了病人家属要求？你会不断的在问自己。当你知道他的生命是不可逆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慢慢会去修正自己。人生真的很长，所以现在我就跟我老公说：“老公，我爱你。”每天哦，放闪，人都放闪。是哦。儿子，我爱你。你看，女儿妈妈爱你。那我要说，老婆我爱你，儿子我爱你。当急诊不断传出暴力，魏志伟说他想改变急诊文化。新闻媒体就一天到晚就在报道说某某医师被打，某某医师被告，就是社会当时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氛围。可是其实我在临床到现在接近快10年了，其实我觉得我们遇到100个病人，里面有99个是感谢我们。社会习惯把这不好的东西去放大了，觉得我想去做一些改变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想说，那我弄一个粉丝团，那想要用什么形式呢？我以前很喜欢看漫画，那不然来画画好了。哇，所以真的是他想要把正能量发扬光大，所以画画。不是你以前就很会画？没有，我也没有学过。哇，快点！有为者亦日亦若是，所以我今天带了新书要送给你们这样子。对，太好了。帮学姐画好了。好，画超好的，很难相信以前没看。希望阿丹学姐就是拥抱微笑啊。欢乐的晚餐气氛接近尾声，阿丹也回赠魏志伟自己的第2本书。今天看着阿丹学姐这个家庭呢，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其实感觉就好像是我看到我自己的家庭一样。那她的先生无怨无悔的在照顾她2个小孩，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家庭，就是我是医生，我太太在带我的孩子。我邀他，然后他能来，然后我非常开心这样子。然后今天也听到了很多他的故事啊，或是分享我们家的故事，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夜晚。我其实不知道他都没有学过画画，但是能够在当医生之余，然后还有自己的兴趣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对，也是督促我自己把那个工作之余还是除了要顾身体，因为他身材保持得超好，然后还要有自己的兴趣啊，才可以坚持当医生，然后走得更远。听到学长刚刚有讲到就是转念，就想成病人来找你就是有对医疗需求，就会让自己有一种被需求的感觉的话，这种想法会让自己比较愿意付出。真的觉得就是点醒了我。真的很感谢公共电视，让我有这个机会认识一个急诊钢铁人，那也让我的孩子上了一堂课。转念就是这个来宾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。那这也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告诉自己，一样都是要做这件事，我们为什么要抱怨？该做的，你就好好的去做它。那今天的来宾各位，让我觉得他充满正能量，他不只是单纯服务病患，他希望能够所谓改善这个急诊的文化。我想这个好的影响，这个以后会慢慢呈现。他以前在追我的时候，在当实习医师，他还是陪我念书啊。约会就是图书馆，他1层楼我1层楼，然后中午吃饭时间一起吃饭，然后吃完饭又1层楼1层楼，男的1层，女的1层嘛。这个菜瓜是我小姐夫自己种的，来赞助谁来晚餐。